朋友们好，这里是康居别院，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湘西。那今天石头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些闲置的老房子了。这栋房子距离县城15公里，距离附近乡镇级市3公里。这栋房子是不通公路的，我的车停在我手指的方向。房子建在大河边，从这边走下来大约30多米左右就可以到达这栋房子。房子距离河边只有5米左右。镜头前方的这栋瓦房就是今天我们要去看的房子。房子的背后是大概2亩多的橘子地，房子周边是一大片的竹林，还有一些大树。那这边我们要沿着小路走到房子的边上，可以看到这个季节橘子已经熟了，到处都是。待会儿我们去地里面摘点橘子，看好不好吃。朋友们，你们喜欢这样的田园生活吗？房子外面就是菜地和一些橘子地，想吃了到地里面来摘一点就可以了。我们要沿着这条小路走到河边，也就是房子的院子里面。快到了，这里有一片竹林，穿过竹林我们就可以到达院子了。有一条台阶小路，长时间没人住啊，小路上面很多落叶，也没人过来打扫。这片竹林都是他们家的，目视一下有100多个平方呢，挺宽的。底下就是大河了。环境是非常好的，可能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利，房东已经把新房建在了马路那边去了，所以这栋房子已经闲置很长时间了。刚才我看了一下，屋顶上的瓦很多地方都已经坍塌了。那这片竹林可利用的地方还挺多的，后期在这边种菜养鸡挺不错的。这栋房子还通电的，这边所饮用的都是自来水，水源也挺方便的，就是交通不便利，要走路下来。看，在这底下就是大河了。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院子还是挺宽的，没有硬化，前面有些竹林，还有些大树。目视一下院子，宽约100个平方左右。整栋房屋周边的占地面积大概有300多个平方。进入院子之后，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他们家的厨房，也是一间厢房，砖结构的，里面有灶台，上面盖的是青瓦。那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卧室分别留有单独的小门和窗户的。房子的楼层高度大概6米左右，上面盖的是青瓦，我们当地俗称土瓦。那这栋房子长时间没人居住，上面的瓦片很多地方是已经掉落下来，包括这些木质结构的屋檐部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坏掉了的。所以这栋房子我们进去拍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安全。以前这边看电视都是用这样的天锅接收信号的。这栋房子其实它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只是现在院子外面长满了竹子，还有一些大树挡住了视野而已。待会儿我们沿着这边有条小路走到大河边，给大家看一下周边的环境。那接下来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内部结构。先来看厨房这块，挺宽的，有灶台，还有石磨。
目视一下，大概有30-40个平方左右。房间还比较通透，采光也比较好。这是卧室了，地板没有硬化，上面是做了一个木质结构的吊顶，有床。房子背后的木板已经是坍塌了的，那我们就不打算进去了啊，因为房子比较破旧，我担心可能不太安全。我们再走到侧边来看一下，这屋顶上的瓦好多地方已经是掉了很多了。那这边就是堂屋了，站在堂屋门口，我们来看一下，堂屋都已经打上了水泥地面，这边光线不那么好，上面没有做吊顶的。这边的2楼是不住人的，一般这个地方会放上木梯，可以爬到2楼，上面堆放的是一些杂物。这边是一个卧室，也是房间呢，我们就不进去了。那走到侧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间房屋应该是后面加建的，进深大概5米多，接近6米左右。所有的墙壁木板都已经是不在了的，可能是拆走了。那结构也是挺不好的，有20多个平方左右。重新把它整理出来的话，应该是可以住人。那这栋房子屋顶上的瓦虽然很多地方是破损掉落了的，但是这栋房子整体的结构并不差。房子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立柱就行了。从这一面看过去，这面墙没有倾斜，说明这栋房子的整体结构都还挺好。那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这个院子，独门独院，非常的安静，根本上不用担心有人过来打扰。对面有一个寨子，路是从其他地方走的，这边没有修桥。这底下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支流，这边有一座坎，高约3米左右，不用担心啊，涨水的季节会涨到房子里面。底下有水坝的，一般涨上了之后会排泄出去。那这边的竹林啊，真的是非常的茂密。这栋房子到了夏天的时候也是非常凉快的，周边竹林大树，这也是一栋坐北朝南的房子。这边的海拔差不多300米左右。很多朋友私底下告诉我，石头干嘛不去拍一些房子比较好的呢？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我们湘西这边的政策就是这样子。现在如果是建好了新房子之后，像这样的老房子必须要拆掉的。所以说朋友们，以后包括像这样的房源是越来越难找了，所以找到一栋啊要珍惜。如果环境好的话，我觉得确实值得去改造的。院子走到河边只有2米左右，就是镜头前方的这条台阶路，也是他们家自己修建的独立的一个码头。我们走下去看一下，这边感觉走的人还比较多，可能是平时一些钓友来到这边钓鱼吧。是不是瞬间特别的开阔？这水面200-300米左右。这里有一棵枇杷树，
对面是一个寨子，房子都建得挺好的。视频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条大河。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如果喜欢钓鱼的话，就在家门口修建一个钓台，每天都可以钓鱼。好了，我们也要回去了。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这边距离河边真的很近很近啊。走几步就到河边了。我在想，如果把这边的院子打造出来的话，镜头前方的这块位置可以搭建一个平台出去，以后在这上面搭建一个凉亭，挺不错的。坐在凉亭里面就可以钓鱼了。好了，朋友们，我是石头，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拜拜。湘西大山有一座水库，这座水库据说鲤鱼已经存在，但是禁止垂钓和禁止游泳。水库的上游有一座无人村，整个村子只有6户人家，全是石头房子。无人村顾名思义，村子还在，人已经搬迁走了。朋友们好，我是石头，我现在湖南吉首市黄石洞水库，在水库的尽头有一处无人村。无人村顾名思义，村子还在，但是人已经搬迁走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如今的这副模样呢？跟着石头的镜头，我带你们走进村子，一探究竟。是这样子的，朋友们，本来今天是准备步行进去的，大概有10里路的样子，走路的话应该是1个半小时左右吧。但是今天跟着当地的朋友，我们就租了一条船，准备划船进去。因为呢，沿途啊，如果是走路的话，我估计景色是很美的，但是坐船呢，可能那种感觉又不一样。待会儿呢，我们现在把船里面的水啊，可能长时间有点清水了，把里面的水舀出来。舀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坐船进入无人村。据说啊，坐船也是1个多小时。这个地方的环境啊，真的非常的好啊。山重重，山青青，晚风灯笼起雄浑，水弯弯，岸水氤氲，千转百回流青春。的伴着我，天悠悠，啊悠悠天，小北楼虽然现在寨子里面是没人生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条小路啊，感觉得出走的人还是挺多的。为什么呢？刚才我们在坐船的时候也问了当地的2个大姐，他们说啊，这个地方如今游客还挺多的。到底什么原因呢？有这么多的游客，也是
无意之中吧，有人来到无人村里面拍了视频之后，有人发现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太美了，真的像一个世外桃源。很多人呢，就像我一样的，非常的好奇，想到无人村去看一看，当年大山里面的人到底是如何去生活的，以至于呢，现在我们脚下的这条路啊，现在走成了这个样子。我在想，可能我们进去了之后，可能还会遇见一些游客在里面。其实从这里面走进去，大概应该还是半个小时左右能够到达无人村。大姐你们好啊，以前你们是这个村子的人吗？是啊。是的。对。你们大概搬了多少年了？说吧，没事的。大概搬了6、7年了。6、7年左右啊。对。哦，那就是6、7年前你们还在大山里面生活的。对。哦，那以前非常的不容易了。对，我们不管去哪里，还是要过渡坐船。哦，要坐船才能出去，要不然走小路。对。走小路大概有多少时间？1、2个小时。1、2个小时左右啊。对。那非常不容易啊。不容易。在大山里面，如果要买些菜的话，那真的是太麻烦了。可能早早的出门，到集市上面买些菜，买坨豆腐，买块肉，等到回家的时候，可能啊肉已经变质了，还没走到家里呢。当年这边还是通了电的，可以看一下我头顶的上方有3根电线，那边有根柱子啊。当年这边还是通了电的，只是这边不通公路啊，只有这样的一个石板路可以进村的。应该距离寨子没有多远了。哇，上方都是悬崖峭壁。跟这边，跟不跟？进村之后有这样的一条小道，石板路，走起来非常的有感觉。整个寨子呢，大概也就10多户人家的样子。这户人呢是一面土墙，土墙呢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些稻谷加上一些沙石，还有一些泥土，这样子呢做成的土墙。其实土墙呢赶不上石头墙，这样的土墙呢，如果雨淋了之后，它会风化掉。我们继续往里面深入看一看。哎，这家人还发现有那个打谷子的那一个仓，可以看一下，这家人的东西啊都还没有搬走的。哎，这一面土墙已经风化了。哎，在那边还看到了一口棺材啊。见棺花财，大家知道吧？在湘西这边呢，有一个习俗，如果房子里面或者这家人呢有老人家，在家里面都会备上这样的一口棺材。其实呢，这是当地的一种习俗。其实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呢，见怪不怪，其实见到了也是一种缘分吧，一种福气。大家看到这个视频啊，我相信都会发财的。我们继续往这边看。那边有一口土罐子哦，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不过去看了，像这样的土罐别去碰就行了。其实这里面的房子建造风格都差不多。开间堂屋，右手边好像都是厨房，这家人也是厨房。旁边左手边就是卧室了。这里面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这后面是床，这个床蚊帐还在。这里面有一些衣物之类的，这是一个柜子，柜子以前应该都是放衣物之类的。这家人还有个石槽呢，这个石槽好像是打那种糯米糍粑用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哎，是的，打那个过年的时候打那个糯米糍粑用的。这个上面我就不知道是干嘛的了。
这是一个木质结构的，好像围起来不知道是装些什么东西。这边好像是流出来的，是不是石磨啊？石磨呢？哦，应该是石磨。你看，这个磨盘还在这边呢。啊，这里有一口很深啊，这是一口井吗？看这个坑啊，是人为挖的，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好像还比较深哦。这个好像也是一个粮仓。哎，这里还有水龙头，应该他们家还是从山里面引下来水了。朋友们，在这边我们发现一个叉子吧，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边还有倒刺的，我在想这个叉子可能就是在我们来的那个水库里面捕鱼的，水库里面有大鱼，可能这个就是当地人用来捕鱼的，看到没有？这样子一插，这鱼啊就直接插到肚子里面，一提起来就可以了。放在这边吧。哇，这个房子里面光线不好啊，很黑。哎，那后面可能是粮仓，这个是一个灶台啊，这个灶台已经倒塌了，上面的锅子都看不到了。这个小窗户很小，采光的。这家人的房子好像比其他的还要大一些。这个也是一个打谷子的一个仓。当然打完谷子之后，这里面可能放上一些粮食。这边应该是卧室吧。其实这里面以前是铺木板的，上面漏雨了之后，这些木板都坏掉了，看到没有？都坏掉了。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家具呢，还有打谷机，都不搬出去了，都全部放在这边。是不是当时候他们可能走的比较匆忙呢？我看很多家具啊都没搬走的，像这样的打谷机都可以利用的，都不搬了，是不是走得很匆忙呢？整个村子没有多大，不到10户人家，我走了大概应该7、8户左右吧，有1、2户好像都被杂草给占满了，走不通。其实这里的房子建造风格，我感觉和我走过很多苗寨也差不多。底下是石头墙，上面是土墙，这样的一个结构好像比较常见。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车子边上，就在水库的坝边有一块平地，可以停大概3辆车的样子。大山里面蚊子特别多。这个水库的水域面积很宽，有2条岔道。今天我们所走的是无人村的位置，再往后面呢还有一条岔道。无人村已经全部搬迁了，大概搬了10多年的样子。哇，蚊子太多了。通过了解才知道，这个水库是1级饮用水，水库的上游是不让建房子的，所以说在大山里面呢，一个交通不方便，人呢都已经搬迁出去，像那样的房子啊就已经荒废在那个位置了。如果不是以往看过一些短视频呢，根本上是没人知道那个地方的。确实，大山里面啊景色真的挺美。一路过去啊，水库的水绿油油的，两边的山啊特别的陡峭，植被也特别的好，环境啊真的挺不错。好了，朋友们，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石头，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最后是我一个人走过这片海，看着谁在对岸留下一句对白。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头，我现在湖南湘西的边城，我所在的这座桥上也是319国道的必经之地，从这里过去就到了重庆的地界。本来是计划去到三不管岛上去的，但是现在无法过去了，只能在这里来一段航拍，给大家看一看这里的景色到底如何。以前这一座桥车来车往，客流量也非常的多，但是现在冷冷清清，大桥上已经停满了车子。这是贵州的，这是湖南的，这也是湖南的，前面还有很多摩托车。那一头已经封起来了，现在无法过去，从这里过去就出省到了重庆的地界。底下这个位置有一座亭子，一脚踏三省的地方。以前这些小木船每天都是非常的繁忙的，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这边冷冷清清的，几乎变成古镇，没有外来的游客了，特别的不习惯。那些房子都是空着的。就在尽头的前方，那就是拉拉渡的位置，2块钱可以出省，从湖南花2块钱可以去到河的对岸，就去到了重庆，非常的近。两岸的人们经常每天都是来回走了很多趟。其实今天石头的目的地是准备去往那个位置，那里有一座岛叫做三不管岛。据老一辈的老人说，三不管岛在古时候也是这3个省交界地方兵家不争之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座岛无法判别属于哪个省哪个市。相传古时候当地的一些年轻人或者人与人之间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摩擦，最后无法解决的情况下，相约某天某日某个时辰去到岛上打上一架，最后把这些问题给解决了。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我相信应该是有根据的，因为不光一个老人这么说，很多当地的老人都是这么说的。其实以前这个古镇叫做茶洞，我说的是湖南这边，因为沈从文的一篇中篇小说《边城》最后出名了之后，这里也把名字更名为边城。边城的对岸就是重庆的红安，红安还有红二方面军驻扎过的地方，那里还有民国初期的银行，还有很多古迹，包括边城这边也有很多古房。心里写满了悲哀，是我捡起了悲哀，换来了伤害。也许是我不该等你，是你不该回来，原本浪漫的邂逅变成了无奈。老人家你好，这里封路封了多久了？封了1个多月了。1个多月了。那现在疫情过了，应该也快开通了吧？也快开通了。快开通了啊！哦，这几天了。只要几天都可以开通了。我想去那个三不管岛上，现在没办法过去了啊。那三不管岛没得办法过去。没办法过去了啊，只能从重庆那边的地方走过去，湖南这边没路过去啊。哦。你可以原来桥上开水泥过去不嘛？哦，可以沿那个桥上过去是吧？哦，那边也有路，车子可以过去吗？车子可以开过去，就直接开。哦，可以从那边开是吧？这样有桥。哦，那边还有座桥是吧？下面有座桥。哦，这个岛为什么叫做三不管岛？三不管岛。为什么它叫三不管岛呢？三省三不管就是三不管，就是3个，这里是贵州，这是湖南，这边是重庆。哦，3个地方都不管。没得管的。没有管的。现在也不管吗？咱俩还是重庆管嘛。哦，现在属于重庆管了。
古时候的话没有地方管的啊，没得权利管嘛。没有权利管。古时候，现在属于重庆管了。啊，好，谢谢你啊。通过航拍的镜头，我们看到了有2座比较单独的小岛。刚才我还分辨不出来，我问了当地的老乡，他们告诉我说，那一座大一点的，上面没有建房子的小岛，那一座叫做翠翠岛。就在岛上有翠翠的雕像，还有大黄狗的雕像。在翠翠岛旁边有一个三角形的小岛，上面建了几栋房子，那个位置才是三不管岛。现在已经列入了重庆的管辖范围之内。在古时候，这就是著名的三不管岛。如果有兴趣想来这里看一看的朋友，你们等到疫情过后，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推荐的。这里也不需要门票，可以发上2块钱出一趟省，看看重庆那边的古建筑，还有湖南这边的古建筑。当然也可以去贵州那边，还有一个一脚踏3省的亭子。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稀饭石头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拜拜。